大家好，我是静，今天和大家分享蓝莓cheese蛋糕的做法。cheese蛋糕做法不难，但是每一步都有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我将做一个小总结。有了这些注意点，你也可以做到好吃、不塌陷、不开裂的cheese蛋糕。制作蛋糕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。所有的冷藏食材都需要提前从冰箱拿出来，让它们恢复到室温的状态。配方需要的黄油去加热融化。把烤盘提前抹油，并且铺好烘焙纸，方便脱模。我今天用的是6寸的烤盘，如果你想做8寸的，那么把所有的材料翻倍做就可以了。在开始制作前，就要预热烤箱到160度。所有准备工作做好后，就可以开始做啦。首先来做蛋糕底，100克全麦的消化饼干，用料理机打碎，没有料理机也可以用擀面杖压碎就好。加入已经融化好的黄油，充分的搅拌混合好。倒入到已经铺好烘焙纸的烤盘里，用刮刀铲平铺在烤盘底部，并且压实压平，然后放冰箱冷藏备用。下面就可以做蛋糕体了。250克已经软化的奶油奶酪，用电动打蛋器打到顺滑，速度用中档打发就可以。打顺滑就可以，不要过度打发。打好后加入45克白糖，继续搅打混合。然后分次打入2个鸡蛋，每次加入1个鸡蛋。搅拌混合好后，再加下一个鸡蛋。混合好就可以，不要过度打发。这时候就可以加入酸奶油了，用量大约是125克。如果没有这种酸奶油的，也可以用浓稠的希腊酸奶，也就是无糖的酸奶来代替。再加入15克柠檬汁，10克面粉，普通的面粉就可以。继续用中档速度搅拌混合好。最后混合好的状态是像这样比较丝滑的，稠度中等的状态。最后加入120克新鲜的蓝莓，大致的混合在一起。从冰箱取出冷藏过的蛋糕盘，全部倒进去，把表面整理平整，轻震几下，震出多余的空气。准备好一个大一点的烤盘，因为我用的是火底的7分烤盘，所以需要用锡纸包好底部，避免进水。在底部的烤盘里加入温水，水量大约没过蛋糕盘的1半就好。用水浴法烘烤，摄氏160度，华氏320度，烘烤55到60分钟。cheese蛋糕烘烤结束的时候，最好的状态是晃动蛋糕盘的时候，蛋糕体也有轻微的晃动。关掉烤箱电源，把蛋糕继续放回到烤箱里，大约放置1到2个小时，让蛋糕慢慢的自己降温。利用蛋糕降温的时间，我们来做蓝莓酱。小锅里加入180克蓝莓，1大勺15克柠檬汁，2大勺大约30克糖，
用中小火慢慢熬制。大约5分钟左右，蓝莓开始破裂，并且逐渐的变得浓稠。继续搅拌，避免糊锅。cheese蛋糕表面的蓝莓酱不需要太过浓稠，像这样有一定的流动性的时候就可以了。离火后，再加入一小部分新鲜的蓝莓，搅拌混合在一起。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蓝莓酱里保留一部分整颗的蓝莓。浇在cheese蛋糕上，又好看又好吃。做好的蓝莓酱放在小碗里，放凉就可以用了。吃不完的蓝莓酱可以放冰箱冷藏。1到2个小时后，从烤箱里取出已经降温的蛋糕。你们看，一点都没有裂纹，也没有塌陷。然后在冰箱冷藏4个小时以上，这样口感更好。我这个是冷藏了1个晚上。首先我们来脱模，非常的容易。家人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尝一尝了。表面浇上我们已经制作好的蓝莓酱，再配上一杯香浓的苦咖啡，妥妥的下午茶。这样做出来的cheese蛋糕湿润细腻，口感顺滑，一口下去奶香浓郁，甜蜜中带着微酸的口感，再加上蓝莓的清甜爽口，可以综合一下奶酪的浓郁，这样的搭配刚刚好。最后是几个小贴士送给大家。第一，所有的食材都要在室温的状态，这样避免过度打发。第二，电动打蛋器搅拌的时候要用中档，而且时间要短，避免太多的空气进入。第三，用水浴法烘烤可以使蛋糕湿润细腻，并且避免表面开裂。掌握好这些细节，你一定可以做出完美的cheese蛋糕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